你知道诈骗鬼岛是指哪一个国家吗？你知道全台湾每一天平均被骗的金额有多少吗？你有想过为什么他们总是会轻易的把房子还有钱交给诈骗集团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好事正发生》，我是佳瑜。你知道大家说的诈骗鬼岛是指哪里吗？没错，就是台湾。像以我们自己台北市来讲，其实我们看了也是觉得触目惊心呐。台北市我们每天受理的诈骗件数超过60件，台损金额超过6000万。如果会有高额的，很多都会有涉及到不动产的部分，有的就是针对不动产，他可能再去抵押了，因为他可能又勾结了这些代书啦，或者是地政士啊等等。大家看一下这里的表格，警政署公布的打诈仪表板，每一天全台湾都被这些诈骗集团平均卷走4亿元。说不定在看我们的观众，你们也有曾经遇过诈骗的经验。但你知道为什么诈骗集团可以这么轻易的让人卸下心防，可以这样心甘情愿的把人、把钱、把房子都通通交出去吗？所以在这一集你会了解到不同的诈骗手法，有常见的，也有特殊的，像是假买方真诈财，也有假中人他会扬称他有建商保留户来骗你的钱。而且连过世的长辈他遗留下来的财产，如果没有人继承，也成为诈骗集团盯上的目标。所以在这一集，你也会知道这些手法当中哪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是阻止你被诈骗的最大关键，或是如果你听到这些关键字，就代表你现在极有可能掉入了诈骗集团的陷阱里。那了解了之后，你还会发现，现在的诈骗集团已经是一条成熟而且是有系统性的供应链了，真的太可怕了。你说你能不防范吗？那就让我们正式进入可怕的诈骗真实事件。这2年不动产的买卖交易非常的火热，大家还记得吗？当初那种天天排队看房子，建案开案就秒杀啦，像这样的氛围之下，对一些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跟大家一起排队看房子的人来说，真的就很难买到房子。所以在坊间就开始流传一种其实它不被法律允许的购屋捷径，也就是中人。透过中人，他靠关系来代购，拿到建商保留户，再多付给他一点服务费，就可以省去不少看房子的时间。所以这个方法对于竹科工程师来说算是蛮好用的，但是这个身份也被诈骗集团给冒用了。前阵子新竹就确实发生了假中人的诈骗案件。一票工程师20个人，通通都被同一个人诈骗。诈骗集团锁定线上超级抢手的预售案，然后跟这些工程师说，他认识建商，有拿到建商保留户，而且他还签下本票，担保自己不会落跑，甚至提供伪造的买卖合约、收据等等，上面还有建设公司的大小章，整个操作简直就是天衣无缝。那当然，工程师们就相信了，于是他们就开始交付定金啦、服务费，还有转让金等等的费用。差不多他们交出去了500-600万之后，工程师发现，只要跟这位中人提到，我们来签约房子该转给我了吧？这时候他们就开始推脱了，一下他说建商内部流程还没有走完，一下又说贷款要再等一等。后来工程师就打去给建设公司询问，才惊觉被诈骗了。而且去警局报案的时候，其实发现不是只有他一个，前后后这位假中人是用一样的方式诈骗了超过7000万元。但是谁能想到线上就能查到的建案，而且大家都在抢的房子，竟然会变成诈骗的诱饵？其实关键就在交易细节。第一，交易一定要约在建设公司、代销中心等等的这种正式场合。第二，你交出去的所有的钱都一定要透过履约保证，绝对不可以直接转进对方的私人账户，否则未来如果你真的出问题了，非常高的几率是追不回来了。我们要提升全民的防诈意识我们还是要从民众本身他先做好这些防守。比我们追在后面去帮他把这些已经损失的东西追回来，会来得有效果。
刚刚我们聊到的甲中人是比较针对预售屋的案子，但其实中古屋、成屋也都已经被诈骗集团渗透了。4年前，一位艺人他叫强强，他爸爸要卖一间在大同区的房子，我们以下就简称强爸。没多久，就有一位买家登门来看房，才看一下下就直接拿出了200万，要当作是定金。而且对方还主动提供方便，跟强爸说没关系，代书我们来找就好。当下呢，强爸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特别有诚意耶，立刻呢他就把权状印件都交给这位代书了。后来才过3天而已，房子火速的被过户，强爸立刻告知银行，你必须得拦截，最终才成功的保住房子。经过警方追查之下，发现这起案件的背后其实有一场有组织的假买房真诈财的骗局。主谋呢，他成立了一间中华地政事务所，当作合法的外衣。其实里面呢养了各种不孝的人士，他有假的地政士，有假的代书，甚至连业务都是坏人。他会负责在网络上搜寻低价卖出的中古屋，他再假扮成买家，配合代书完成这一连串的交易。等到房子拿到手之后，立刻拿去地下钱庄借钱。这样的手法，他在5年之间骗了2.5亿。一层一层拆解这样的诈骗手法之后，我们整理出了2种预防的方式。第一，当然就是不要怕麻烦，坚持双方一定都要各自找地政士，确保整个交易流程都没有问题。第二种方式，大家要听好了，这可以让诈骗集团一看到你的房子就吓得落跑，直接绕道哦。答案就是房屋抵押权设定。如果你有抵押权设定的话，其实你只要过户或者是其他的异动，就得经过银行或是其他的单位来层层把关审核。所以诈骗集团特别不爱这种物件，他们都会挑那种没有抵押权设定也没有贷款的房子，这就是所谓的干净房。那少了其他人的监控，当然就很好骗到手啊。所以如果你的房子没有抵押权设定，你可以增设给你信任的亲友。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对于抵押权设定其实有一个错误的迷思，很多人都会说我缴清贷款了，所以要涂销抵押权设定才能拥有完整的房屋所有权。其实这是没有关联的，即便你没有涂销，房子只要还在你的名下，你就会完整的拥有房屋权。而且现在也变成了一种防范诈骗集团最后一道的关键防线。像这一类的房产会被设定抵押，原则上也都是没有贷款的房子，或者是我本来都在这边出生长大，本来房子就是主产，最常见是这种。因为如果我本来就是有贷款的话，我要设定抵押可能过不了。自己有房产，然后又没有贷款的这些人身上，最容易发生这种的诈骗个案，它的财损都一定会破1000万以上。诈骗手法百百种，对于我们要怎么样去拆解诈骗手法当中又有哪一些环节可以立刻阻止？我们在3月号的住展杂志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带你了解。另外，我们也有整理出一张诈骗关键字的表格，让你知道诈骗集团他们爱用什么样的话术。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不幸遇到了，就可以立刻有警惕。最后，如果真的被骗了，被骗之后的后续该要怎么处理？另外，有趣的单元好好过生活，还有人文风情也很精彩。这一期呢，介绍的是桃园杨梅区，内容有好吃好逛的美食指南、商店指南等等，让你一次了解区域特色。最新一期的住展杂志已经上架各大通路，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哦。刚刚我们提到的都是买卖不动产的诈骗交易，但是假检警你们应该也有听过吧？这种手法其实最后呢也会骗走你的房子。简单来说呢，就是家里的长辈会接到一通电话，他自称是政府单位的人员，有可能是户政事务所的人，也有可能是地政局等等的人员。他们呢会先跟你说你的身份被冒用了，或者是你的财产怎么样了，让你很紧张，之后再用电话内线帮你立刻转接到警察局。接着里面就会有一位警察告诉你说你犯法了，你涉及诈欺罪。
如果你现在要自证清白的话，你就要把名下的所有财产都交由政府来保管，确保你不会拿这些钱逃出台湾。所以这个时候老人家就很紧张啊，对方说什么就都配合办案，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所以这整个过程啊，就会有一些警察、书记官啊，或者是检察官等等的人，他会来跟你通话。透过这样一来一往的洗脑威胁，他会确保你一直都很相信他们。而且最可怕的就是，当你觉得怪怪的时候，你对他们提出质疑，他们还会说：“来，我帮你转接165的防诈专线，你去求证我们是不是真的。”结果啊，转接出去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假专员跟你说：“对，你现在就是犯法了，请你配合调查。”好，接着你把财产给交出去了。当然就是你想的那样，检察官啊、书记官啊，还有刚刚说的警察，通通都消失了，人间蒸发了。所以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像这样子的手法，大多都会用在老人家身上，可以回去提醒一下你们家中的长辈。第一，只要是政府单位的电话，如果你要跨部门通话的话，像是从户政事务所你要跨到警察局，一定需要挂断之后再拨电话，绝对不可能用内线就能转接。第二，就算你真的有触犯什么法律，他们也不会用电话去通知你，政府单位会发放正式的书面公文寄到你的户籍地。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手法当中，这2大警讯会是最经典而且是最明确的。因为这种手法大多都会针对老人家，所以呢，如果你家中的长辈患有失智症状，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分辨事情的是非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主动的去申请监护宣告。未来这位长辈名下所有财产，只要变动，都得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听我说了这么多诈骗案例，你们有发现到什么吗？来，我告诉你，这些诈骗手法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多人组织。现在的诈骗早就跟过去不一样了，他们随着时代的进步，诈骗的手法也跟着升级了。这种情况就好像一条供应链一样，每一种角色都有属于各自的部门，像是伪造厂啦，就是专门伪造一些买卖合约、收据，甚至我们刚刚说到的公司大小章，还有话术机房，也就是当你觉得心有存疑的时候，机房就是启动的时候，他会用尽各种话术来说服、洗脑你，让你对他深信不疑。另外啊，也有人力资源商，也就是为了让整个过程看起来合法又合理，就会找很多的演员来当庄脚，每一个角色、每一个部门就合作一起演一场诈骗大戏。其实诈骗真的是无所不在哦，无论是在预售屋市场、成屋买卖市场，甚至是租屋市场，都有可能有诈骗集团的身影。你可能只是为了圆一个买房梦，一生的积蓄就被骗光光了。或者是你家中的长辈过世，有房子没有办理到继承，也会变成诈骗集团的目标。我在采访这些案例的时候，真的觉得诈骗集团好可恶，竟然连过世的人都不放过。不过其实现在政府也有正视到这样的问题，才会成立打诈仪表板，行政院呢也都拉高了打诈的预算。但是说到底，我们最终还是只能做到提醒的作用。如果你真的要防范的话，除了了解诈骗的手法以及关键阻止的环节之外，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要提高警觉性，可以多关怀家中的长辈，才能避免家里努力打拼累积的财产，或者是一生的血汗钱都白白的让诈骗集团拿去吃香喝辣了。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你听完这么多诈骗的手法，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你真的有遇过诈骗集团，或者是你有想到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阻止诈骗，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哟。下次见，拜拜。